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We're here with Crystal Hay from Old Top Facades, who's been working with us for many years. Great to have you here for our China launch. Thank you so much, James. Hello, I'm Crystal. So we've just got a few questions for everyone, and I'd love to start with just learning about how you got into the facade industry and what your experience has been. 这个说起来有点就是玄乎，这是缘分。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之后，我是进入了房地产行业去工作1年，然后做完1年之后出来之后，其实是整个人比较迷茫。然后当时回到我的家乡佛山，然后也在思考要从事什么工作。然后刚好在佛山这个地区，它做 facade 是比较出名的。然后我的大学专业也是学国际贸易，所以就机缘巧合之下就进入课程去工作，然后就开展了这个行业的生涯。然后我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半年其实比较痛苦，因为我对 facade 并不了解，我只是可能英文方面相对来说比较擅长一点之外，其他的技能是也是慢慢从事当中去积累的。然后刚开始那半年也有想过说是不再从事这个行业，想去再换一个行业，但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性子的原因，就喜欢挑战，然后当时想说不如再尝试一下，然后去打破那些就是可能关于建筑行业的一些知识啊，还有工厂方面的一些运转啊一些的壁垒，然后去不断的学习，然后就半年之后，公司愿意提供机会让我单独去带项目，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深入的再去开展我这个行业的一些事业，对，就这么懂。Thank you so much. And so, since you first joined the facade industry, how have you seen it change? 其实这个行业做 facade 其实它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其实可以归为几类，一个就是可能项目的前期就是无非就是一些货期类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会延误啊，货期的延误啊，不对，重来。对于这个行业的问题都是大同小异的。然后我们分成3个阶段嘛，项目无非是前中后这3个阶段。然后前期可能比较困难的，无非就是可能在项目消化当中设计上可能遇到一些问题，这个不是我特别专业的领域，那是属于设计要考虑的事情。那作为我们这边属于管理类，整个项目管理类的那个运转的话，到中期就属于投产阶段。投产阶段我们相对来说是我们要出面沟通的事情就更多了，然后可能面对的事情就是无非就是版画做不出来，材料可能没办法就是及时到货，然后甚至是也有就是遗漏订材料的呀之类，然后包括可能材料有问题呀之类的，这些就是糅杂在一起的，然后造成整个货期的延误，这是中期会面临的问题。然后到后期就属于我版画出货之后，在海上，然后再到工地这一块属于后期的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版画或者我的材料已经上货柜了，然后经过海运到仓库，然后到工地找不到，然后或者是材料会有丢失，比如说一些细小的一些材料啊，辅材呀、型材，他们因为毕竟就是工地那么大，可能有些时候工地管理会丢失，然后就会引起争论，就说你供应商没有提供给我，然后就会可能产生 argument， 然后也会说要求说你要空运一些东西给我啊，或者是我们遗失没有发的，就是这是属于后期会经常发生的问题。What is your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overseas builders? 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我第一个单独带的那个项目也是我遇到 MATCHAP， 就是做的那个项目就是 Northern Project，然后他其实也让我学习了很多，因为我是从一个菜鸟再慢慢去就是涉到深水区的一个过渡。然后这个项目的 manager 也是很有经验，他能够把很多问题都提前去沟通，所以就是这个项目相当做的还算是真的，那么多项目中他做的很顺利。
它能够把一些可能我们一些图纸的一些问题，能够说在前期很早的前期中已经确定下来并落实。我们后期很少说因为图纸需要反复去修改，在投款中没有说我这个下单我就要去改的，并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其实就是我使用 MatchTrack 的过程之中，因为我是属于就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然后Builder 也我不清楚 Builder 是不是第一次，但是 Builder 当时是对于整个怎么使用、怎么去操作，当时我们是有很多次的去讨论，并且去落实要怎么去操作。这个步骤是发生在板块投产前期就已经讨论并得出结果的，所以很多东西并没有那么临急临忙的，所以就是整个项目整体都进展得很顺利，包括后期就是客户也很少说跟我讨论说材料的问题，也很少说讨论就是发货的问题，因为都进展得很顺利，我们很多东西都前置的去处理掉，然后再到后期就是项目的后期，指的是项目快结束了，就是工地会存在一些就是板块材料的损坏，要求我们去补的，然后这个信息是在 Match 上去体现，那一点是特别的好，因为对于没有用 MatchTrack 的其他项目来说，他们一般都会可能自己可能就是拍点图片，然后反馈一些信息，写个邮件给你。而当时 Northern 这个项目是直接就是可能显示这个板块，然后有损坏一些玻璃，然后哪个位置，然后很清楚一目的了然。然后我当时是直接就是客户直接就通知我你看 Match 上的信息补玻璃给我们，然后我当时就直接补了。然后后期发回去的时候也能连接得上，就是我不用跟他解释那么多的信息，我给他做了我发货了，然后你看MatchTrack吧，然后你自己追踪吧，就我的任务完成了，然后就也是相当于合作的特别好。然后其次就是另外一个就是21年的时候，就是跟 Icon 合作的一个项目吧，也是让我有点印象深刻。为什么印象深刻？是因为可能对于澳洲来说是比较平常的生意，但是有可能受限于我当时的经历，然后当时是处于前期工程讨论的前期，就是图纸在沟通过程之中，我发现就是他们澳洲就是开会，然后在图纸上去修改，然后就一些就是 markup 标记之类的东西，就是它很快速的去解决，用了一个 Bluebeam 的软件。当时我还特意去问了客户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玩意，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当时我所知道就是直接是在用 PDF， 然后去打字去标记，但是 Bluebeam 是很快，在会议当中就是我开完会，他就直接发一套修改的图纸过来，然后而且是开完会之后，当时也是有个很详细的会议纪要。这对于就是可能因为我相对来说是经验，当时是不是那么的充足，也是不断的积累，所以当时是让我很属于就是学到了不少。So over the many years that we've worked together across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on a range of different projects, you've consistently set the top tier in terms of how consistently items being tracked, using QR codes for things, photos for things, shipping information, and that's led to every project that we've worked on with you being extremely successful, which is incredible. So congratulations for that. So what are some of the lessons that you learned in using the system and getting your team members to use it in order to help your clients that you've learned that could be useful to share for other companies? 其实关于MatchTrack的话，我其实比较大受，也是属于一个让我学到很多的一个软件，因为在接触 MatchTrack 之前，我们都是用 Windows Table， 然后以及一些很日常，就是每周要汇报给客户的一台 email， 然后去跟客户汇报一些海运板块的情况。但是用了 MatchTrack 之后，其实对于体量相对比较大的一些项目来说，它是真的很好用。为什么？因为如果说只是一个项目，比如说一个项目只有10个板块，那我可能就可以就是说直接跟客户说这个可能有5个板块完成，5个板块没完成，然后什么时候发货，这是很容易去 control 的一个事情。但如果说它是100个板块、400个、1000个、10000个，那个得要花很多精力去盯着、去看着，然后去跟客户就很仔细的去汇报。
一方面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去整理，其实就是跟客户解释也是需要时间。所以有些时候客户可能是当天想要的一些信息，你要花很大时间去处理，这样其实就不停的反复的话，其实是对整个项目来说并没有那么有利。然后在我跟其他同事也有去说共同使用 Matcha 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上无论是我这边就是共同一起去使用的同事也好，或者是其他单独使用的同事也好，就是我们的反馈也是觉得它比较好的一点是，我们可以就是每天去更新一些信息在上面，然后我们不需要整理一些什么像 Excel 啊或者去核对啥的，因为它操作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其实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有些时候要看的事情太多了，然后有些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前有项目失误，就可能遗漏生产的一些板块，没人去核查，没人去核对，就会有发生这种情况。然后 Matcha 就是它刚好有一些筛选的功能，我们可能会定期去看哪些东西是没做的，或者是没发货的，我们这边就可以自己去整理一下，记录出来、导出来，然后去再跟实际的情况去核对，然后再去更新。其实它能节省很大一部分我们的精力。那就是从那个板块生产那方面去说的。那如果说从板块运输那方面，那就更好了。为什么？我板块已经装到哪个铁架、哪个货柜里面，我不用一次性的跟客户去解释。而且以前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是要去 mark up， 在那个 floor plan 上要去 mark up， 然后装到哪个铁架的哪个货柜上。然后什么时候发货啥的，这些其实是工程量，人工很耗费大量的时间在做这种事情。然后，而且真的是有些时候客户未必会看，因为太多信息在里面了，一点都不方便。然后就还是会不停的在安装的阶段会不停的问你的板块放到哪里了，然后不停的要去追寻。这一步其实会更有利于供应商，对于 supplier 来说很有利，就是我发货了。我只要保证它发出去了，剩下就是什么时候到港、入仓库到安装，我都可以不用管了，因为会有下游到仓库、澳洲仓库的人去更新一些信息，我可能只要传达在上面，在Matcha上更新，就是预期什么时候发货，预期什么时候到港。有时候客户可能也会问，那你实际是什么时候发货，实际什么时候到港？这些信息我们也会提供。但是当我们完成这一步之后，后续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时时刻刻盯着，因为就客户自己可以在上面查到了，只要我们自己填写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后续可能到工地那一块客户自己去查，除非是我们自己有遗漏，要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再问你这个材料在哪里。然后所以就是总体来说，对于使用者，就是无论是哪家公司也好，我个人认为是。主要是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沟通，因为对于安装工来说，因为毕竟他是不清楚 supplier 那边的情况，他只是管你有没有材料，够不够我安装，我今天能不能把活干完就可以了。那所以就是我也试过有一个经历，就是当时客户因为我们有时差，客户凌晨5点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是上班才看到，但我很明显的知道他是因为找不到材料才找我。为什么？因为他上班就来找我，那肯定是因为材料的问题。那当然后期也没有就是这种只是特殊情况，但是也要考虑到就是很多中国的供应商，毕竟跟澳洲都是有时差的，人家上班也是7点多，我们这边可能还在睡觉，所以就是可能寻找材料这一块，有些时候你没办法说那么及时的去沟通，而且找也是需要时间的。对于安装工来说，它是按小时收费的。所以很多时候，对总方来说也会是个负担。所以，对于 Matcha 来说，它能很好的解决我们中下游的一个问题。Fantastic. Well,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nding the time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with us. Hope everyone has a wonderful day, and I'll chat to you soon. Thank you. Okay, Cheers. bye. Bye.